没见过如此嚣张的罪犯，面对警察的抓捕，他不仅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脱得一丝不挂，高举双手，只因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被捕伤害。然而被捕只是他计划的开始，因为接下来他要挑战整个司法系统。原来就在10年前，男主斯巴达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可2名匪徒突然闯入家中，用棍子将他殴打到无力反抗，接着又用杂带把他捆得结结实实。匪徒原本的计划是入室抢劫，可当其中一人看到屋里漂亮的妻子后，达比顿时改变了主意。You can't fight fate. 他先用匕首刺伤了斯巴达的腹部，接着又当着他的面侵犯并杀害了他的妻子。而更加过分的是，连他5岁的女儿也惨遭毒手。这一个斯巴达被无尽的绝望和痛苦淹没，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此毁于一旦。他将希望寄托于法律，希望借此来惩治那2名恶魔。可法律并没有给予他正义，只是判了达比3年牢狱。因为在当时的美利坚，宪法早已沦为某些司法蛀虫谋利攀爬的垫脚石，而所谓的民主自由更偏向于那些会钻司法漏洞的败类。检察官老黑更是野心勃勃，胜诉率达到惊人的95%。当时就是他接手的这个案子，原本他可以将2名罪犯打入死牢，可为了保持自己的胜率，竟同意了对方律师的认罪协商。随后他告诉斯巴达，主犯达比同意成为污点证人揭发同伙。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，同伙会被判处死刑，而达比则会被指控3级谋杀，刑期为3年。斯巴达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，他亲眼目睹了对方杀害自己的妻女，可对方律师却以当时他身受重伤，即将陷入昏迷大做文章，指出他的证词没有可信度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即使斯巴达上到法庭，陪审团也不会相信他的话，还可能导致2名歹徒被无罪释放。所以老黑建议，与其如此，还不如惩治一个算一个。斯巴达顿时心如死灰，难道这就是老黑心中的正义？是个人都能分清的对错，他却没有一点勇气去坚持。Please don't make it do this, man. He's emotionally. The deal is done. I'm sorry. 最终达比只判了3年有期徒刑，同伙被判死刑，缓期10年。庭审结束后，杀人犯达比嚣张地和检察官老黑握手，还调侃说有这样的司法体系真好。老黑痛恨这种败类，却又拿他们毫无办法。而这一幕都被斯巴达看在眼里。既然法律的文明不复存在，那他就用野蛮的方式给予正义制裁。转眼10年过去，同伙的死期到了，他被绑在安乐椅上，法医把注射针头扎进身体，再缠上绑带。老黑也在现场见证这场死刑。典狱长一声令下，2名法医同时启动开关，随着3种药物的缓缓注入，原本应该安乐死的同伙却突然青筋暴起，发出无比痛苦的惨叫，接着血液不断从皮肤上渗出。显然这完全违背了安乐死的原则，有人故意把温和的安乐药换成了腐蚀内脏的剧毒，如此明目张胆的谋杀顿时引起了警方的调查。很快他们就发现现场注射的药物早已被人调包，而更诡异的是上面还留了一句话：你无法反抗命运。这让检察官老黑顿时想起10年前的一起案子中，主犯达比就曾在法庭上对他说过相同的话。很快矛头将警方指向达比，这时车上新来的探员询问检察官这附近有没有住的地方。检察官告诉他租房子找工作，上午8同城，很方便。与此同时，达比正在家里看着电视，看到曾经的同伙替他而死时，他却是开心地笑出了猪叫。可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来，让他赶紧看看窗外，因为警方已经开始对他进行抓捕。如果不想被抓，就听从对方的指挥。达比赶紧穿上衣服，根据神秘人指示跑上楼顶，对准警车连开数枪，然后砸掉手枪上面的指纹，直接丢掉。神秘人在废旧工厂给他准备了警车逃跑，警员已经被电晕，他将信将疑打开车门，见对方果真昏迷不醒，达比一把抢走配枪打醒警员，逼对方把自己送到安全地带。摆脱追捕后，达比并不打算放过对方，就在他开枪准备杀人灭口时，手机却再次响起。 You know why I'll never see my wife, the little girl, again? 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面前的警员竟然就是神秘人。他卸下伪装，露出真容。等达比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晚了。枪把上的机关涂满了河豚毒素，剂量刚刚好，猛逼不伤脑，让他彻底失去反抗能力的同时，却能让他深切感受到发生的一切。他隐忍10年，终于是时候血债血偿了。随后，他将达比固定在手术台上，接着给他注射定量的生理盐水，防止对方中途死掉。还好心准备了检测仪，实时观察心率。然后就是最关键的肾上腺素，必须让他跟自己一起享受接下来的杰作。不仅如此，斯巴达还贴心地割开了他的眼皮，绝不允许对方错过任何细节。他要让达比好好体验一下那种绝望又无助的感觉，就像当年他亲眼目睹妻女惨死一样。他又把一面巨大的镜子放在对方上面，而镜子上则贴着妻女的照片，为的就是让妻女看着仇人。等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后，他就打开了摄影机，记录下自己的整个创作过程。
与此同时，检察官老黑通过对达比的了解，确定更换安乐药这种行为不可能是对方所为，因为这家伙根本没有这个智商。就在老黑焦头烂额时，警方在一个废弃工厂发现了达比的碎片，他已经被整齐地分成了3728块，现场惨不忍睹。老黑通过资料查到，肢解达比的工厂是斯巴达的产业，而对方是机械工程师，拥有不少专利。几年前他变卖了大部分财产，又买进了郊区的工业资产，而达比是杀害他妻子的元凶。老黑认定对方有复仇作案的嫌疑，随即警方立即对其实施抓捕，而斯巴达早就料到这一步，他没有任何反抗逃跑的意图。在警方到来之前，他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，赤条条地暴露在警方的枪口下，因为这样他就不会在逮捕时受到伤害。之后，老黑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很多关于法律方面的书籍，墙上还贴着一张10年前老黑跟达比握手的简报。毫无疑问，斯巴达就是凶手，但还需要他亲自认罪才行。于是老黑打算跟他好好谈谈。为了获得对方的信任，他主动关闭了所有监控，并以自己也是父亲的口吻套近乎，还对他的所作所为表示赞赏和理解，还说那样的恶魔早就该被处死。显然，老黑很擅长与犯人产生情绪共鸣。有了这些铺垫后，就开始进入认罪环节。老黑直接切入主题，询问他是否谋杀达比。斯巴达表示：“我想他死，他杀了我的妻女。”接着又问是不是他更换药物害死了同伙。斯巴达坦然说出他们都该死。通过一系列诱导，老黑很快就将所有的内容做好笔录。显然，这种处理案件的效率很高，但他却小看了眼前的男人。斯巴达让他取消最近的所有行程，因为接下来他会忙到爆炸。老黑不明所以，斯巴达也不再拐弯抹角，因为他刚刚的所有陈述都是假象，不过是他玩的文字游戏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亲自杀人。 Back, what did I say? That I wanted to kill Clarence Darby? Yeah, sure, what father wouldn't? That I planned it over and over again in my head? Yeah. Who wouldn't fantasize about that? 老黑终于意识到这个男人不简单，但他很会跟罪犯做交易，就如同10年前的那场审判一样。斯巴达直言他要一张全新的床垫，因为监狱的床太硬，他睡不舒服，只有这样他才肯认罪。老黑看出他在耍花招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审讯室。然而检察长却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，一张床垫换取罪犯供词。可老黑知道对方是在故弄玄虚，他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。就在这时，同事告诉老黑赶紧给家里回电。通过跟妻子的通话了解到，原来就在不久前，女儿意外收到一份快递，本以为是一张普通的光碟，女儿好奇地打开观看，而里面的内容让小女孩毕生难忘。老黑这才知道是斯巴达干的好事，可画面中的男人戴着面具，这也导致不能证明凶手到底是谁。最终老黑选择妥协，很快狱警扛着全新床垫走进监狱，这也引起了罪犯们的不满。典狱长警告斯巴达，在这里拥有好东西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另一边，助手苏珊查阅大量资料了解到，斯巴达最近10年都居无定所，但他收到过由国防部支付的合约款，另外他还买了9处不动产，再把这些资产转入巴拿马的一家公司名下。由于两国没有互助条约，他们无法查看对应的地址，但老黑下令无论如何都要查到对方隐藏房产，肯定别有目的。第二天在法庭上，斯巴达不仅放弃委任律师，还要自己给自己辩护，他要申请保释。老黑希望法官不要让嫌疑人出狱，但他却一点证据都没有。根据宪法条例，在检方获得有效证据前，嫌疑人有权获得保释，借助多宗案子当作佐证，并表示自己可以做保释申请。老黑对此毫无反驳之力，就连法官也同意他的看法。可就在他宣布当庭保释的许可时，斯巴达却突然话锋一转。Because apparently, I just killed 2 people. And you were about to let me walk right out that door. How misguided are you? I feed you a couple of bullshit legal precedents, and there you go, jump on it like a bitch and eat. 法官被气得当众驳回了他的保释申请，殊不知这一切都在斯巴达的预料之中。随后老黑再次来到监狱，斯巴达也并没有食言，将自己亲手杀害2人的细节全盘托出。老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只要犯人交代了认罪细节，再想脱罪几乎不可能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对方根本就没想过脱罪，他还要用另一个案子和老黑做交易。而这次他想要一份5分熟的牛排套餐，交换条件是10年前为达比辩护的律师老雷。经过调查发现，老雷确实已经失踪了3天，看来对方确实有交易的资本。斯巴达告诉老黑，下午1点之前，他要见到热乎的牛排，超过时间他可不能保证老雷的生命安全。很快，一辆餐车开进监狱，经过严密检查确认安全后才让送进去。典狱长受够了这帮人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，于是故意拖延安检流程。等餐车送到牢房时，时间已经超了8分钟。既然你们这么不守时，斯巴达也慢悠悠开始享受着美食。等吊足众人胃口后，他才给了老黑一个坐标位置。老黑立马乘坐直升机朝着坐标赶去，地上放着老雷的手提箱。可等他们把
扒开地面的泥土，这才发现对方早已停止呼吸。凶手设置了精准氧气时间，假如没有延误那8分钟，律师就不会窒息而亡。然而斯巴达的计划还不止这些，他邀请睡上铺的狱友一起享用美食，吃完牛排他悄悄隐藏骨头，然后趁着狱友不注意，疯狂痛击狱友的颈动脉。等解决完狱友后，他却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等所有狱警赶来。他甚至还要求洗个热水澡，这让典狱长暴怒，立即将他关进了幽暗潮湿的禁闭室。几次交手都是完败，这让老黑十分郁闷。此时苏珊告诉他通过朋友秘密调查，找到了与斯巴达共事过的特工了解情况。特工毫不夸张地说，斯巴达是王者级别的杀手，别的杀手只是普通杀人，但斯巴达却擅长隔空杀人。他运筹于帷幄之间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国防部有很多想杀却杀不掉的人，斯巴达都能手到擒来。他做的每件事都有深远目的，甚至会比其他人永远多走好几步，所以杀死狱友都是他计算好的步骤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如果想结案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一枪解决掉他。意识到对方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，老黑赶忙找到法官帮忙，希望他能够批准限制斯巴达的活动，避免让他跟任何人接触。尽管严重违背人权，但法官还是同意了签字。可就在他刚刚签署好文件，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老黑顿时脸都吓白了，身在监狱竟能隔空杀人，可他再神也不可能用意念杀人。他断定对方外面一定有帮手。随后老黑再次来到牢房，他问斯巴达玩够了没有，就算复仇也该适可而止了。斯巴达愤怒不已，如果他要复仇，早在10年前他就可以做到，他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干掉老黑全家，这让老黑顿时感到后怕。他说10年前的案子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而他也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斯巴达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纠正他的这一想法，甚至要纠正这个国家烂透的司法体系，即使有牺牲，那也在所难免。他给老黑下达了最后通牒 Release me and drop all charges by 6 a.m. or I kill everyone. 老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，但为了安全着想，他还是连夜将办公室搬进了监狱，因为这里守卫森严，即便有帮手也无法闯进来。很快时间即将来到6点，每个人都面色凝重，如临大敌一般。终于时针指向6点整，所有人都安然无恙，大家这才松了口气。但老黑还是隐隐感到担忧。可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时，突然汽车发生连环爆炸，除老黑和检察长外，在场的司法人员无一幸免。经过调查，同事们的汽车都被安装了炸弹，可唯独老黑的车却很干净，显然凶手要把他留到最后。发生如此严重的恶性事件，这也引起了市长的高度关注。但可悲的是，明明知道谁是凶手，却对他无可奈何。此时老黑向市长保证，绝对不会让男人伤害任何人，可他依旧把家人交给了警方保护。当他回到家后，竟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个相框，上面是他与达比握手的报纸。这顿时让老黑感到后背发凉，于是赶忙利用职权将斯巴达约到外面。还不等对方开口，愤怒的老黑上前就给他来了几拳。他怒斥对方毫无人性，夺走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。他警告对方不要再继续犯错行凶。可对于斯巴达来说，这些只不过是开胃菜，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他要让整个腐朽的司法系统彻底崩塌。